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今天大戰線的主題，我們會來關心巴拿馬撐不住，讓川普這一次真的非常着急了，他崩潰並且撂下狠話，絕不讓中國大陸來做接管。另外，今天會關心到的是前凱港的崛起，讓美國同樣是坐立不安。好，先歡迎我們的到場來賓，首先歡迎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延廷張將軍。思密好，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密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密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在正式的進入我們的主題之前，記得先幫我們節目按讚了，並且按下熱推薦。希望跟我們互動一樣，寫下思密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的來做回復。那麼提醒觀眾朋友，大戰線頻道在主頻哦，不是寰宇新聞頻道，我們的這個會員頻道已經正式的啟動了。如果希望跟我們做第一手的互動，還有加入我們的直播跟 QA 的話，歡迎按下加入鍵，一起成為我們的戰友。今天會來關心的大主題就是有關於巴拿馬了。美國總統川普突然間在這個時候撂下了一個重話，他說絕對不會讓中國大陸去接管巴拿馬運河。這背後我們來看到是說，表面上好像是在跟中國嗆蝦，但是背後被視為是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現在全球港口布局感到不安的一個戰略訊號。因為呢，我們來看到不只是川普感到焦慮，巴拿馬總統也很焦慮啊。他現在指責了，因為呢已經造成了巴拿馬的这個經濟上的重挫。他指責中方說，對到港的船舶，也就是巴拿馬相關的船舶的這個國家呢，展開了港口國的監管制度檢查。那麼對於巴拿馬來說，有非常重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就看到他話一說完，中國駐美國的大使謝鋒是立刻回向了總統。他說：“我們中企從1997年開始就獲准經營巴拿馬運河兩端的港口，30年之間我們合作的都非常的順暢。怎麼在今年你突然間判決，突然間沒收接管，把我們給驅逐出境？”他說：“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就是一個政治上面的操作手段啊！你巴拿馬今天契約想撕就撕，經營者想要驅逐就把它驅逐，還有誰未來敢來跟你們合作？還有誰未來敢跟你們一起來做投資呢？”中國的反制確實現在是直接影響到了巴拿馬的命門，包括了衝擊巴拿馬運河的經營、港口、船籍跟國際信用。中國大陸這一次最新是祭出了一共是3大招的反制，趕快帶觀眾朋友來看到細節，因為對於巴拿馬來說有非常嚴重的衝擊。首先第一個就是針對於巴拿馬的這個船舶、船運來做打擊。中國大陸這個時候加強港口國的監督檢查。那麼這邊也做了一個一個統計哦，3月份扣留了巴拿馬籍的船舶一共是92艘，4、5月份一共是達到了274艘，較去年全年的251艘更多。當然，影響這些船舶必須要再多付額外的費用，像是這個保險費用、營運成本大增。所以呢，目前是從4月份開始統計，200多艘的船已經改掛其他國家的船旗，也就不再掛巴拿馬這個國家的船旗了。當然，對於巴拿馬來說，又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商業上的損失。第二個，中國大陸祭出的就是法律戰了。長江和記最新呢，他已經這個提出對最高法院裁決提出了一個國際的仲裁，要求當地巴拿馬必須索賠20億美元，這個是在法律層面。最後是在貿易跟投資的一個反制哦。包括未來呢，新的投資會完全的暫停。那麼巴拿馬預估呢，還會少了包括貿易、航運等等的一些投資，損失金額預估達到數十億美元。那麼包括了巴拿馬的農產品也都不能出口中國了。大家最擔心的，巴拿馬最擔心的就是它的香蕉出口到中國占比占了70%，農民現在呢，他們的農產品等於沒有地方可以做銷售了。中國3大重拳看到重挫巴拿馬的船旗、它的港口跟農產品，最後是投資信用。苑老師怎麼看？巴拿馬還撐得住嗎？我覺得巴拿馬這個運河的事情啊，就是已經鬧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了。原來我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就是長江和記的時候呢，就是李嘉誠那個公司啊，它是有全世界143個這個駁船的港口，
然後呢，他想要賣掉，那時候大陸呢就是305聲講說你不可以賣啊。那麼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巴拿馬運河當中靠着太平洋的跟靠着大西洋的這2個頭，這邊的一個港口，一個叫什麼一個叫 Christophe 啊什麼，另外一個叫名字我忘掉了。但是基本上的話呢，這個事情一直鬧到去年的話，就是去年的話呢，就是巴拿馬總統突然呢就撕毀了合約。啊，那長江合記也不用在那邊經營了，然後呢，這個契約也毀壞了，然後呢，就是裡面的話呢，甚至於說是人都換掉了啊，一切突然就是完全沒有了。大陸就是當初就是305聲的警告，所以你這樣子撕毀條約的話呢，就是就像謝峰這樣講的啊，誰敢投資？但是同時做的話呢，大陸有3招非常厲害。其實我說句良心話啊，面對小人呢，就要用小人的方法來制裁他啊！反正你到了這個巴拿馬掛的籍的船口，因為大家了解啊，像什麼貝里茲啦、巴拿馬啦或賴比瑞亞這些小國家，他們都是靠這個輪船裡面掛的旗子的租金啊，特別便宜的方式來經營的。巴拿馬也是其中的。然後呢，巴拿馬呢開到中國去的船只，因為這個攬貨的情況非常大嘛，通通都限制出海。啊，來調查各方面的啊，就是這個航程的興起啊，就出現了大麻煩。那這樣麻煩的話呢，那其他船工公司啊，就是經不起這個成本上的損失，所以呢就要換那個耕駐地啊，只要一換旗子，那就沒事啊。所以說大家心裡很明白，就是中國給這個巴拿馬使绊子。說句良心話，你對我不仁，我只好對你不義，這是第一個。第二個的話呢，長江合記的話，也透過法律制裁啊，因為他們本身的契約還沒有到期。我如果說是沒有記錯的話，還剛延長了30年呢。然後呢，這個契約馬上就毀掉了。毀掉以後呢，他們的要求賠償20億美金啊，這個數字非常大啊。然後第3個部分呢，就是任何只要有關於巴拿馬進來的什麼香蕉啦、咖啡啦啊，都想都不要想啊，大陸也都不要了啊，都不要的話呢，這個巴拿馬呢馬上就感覺到他原來呢盡心盡力為了承歡於美國所做的這一套的話呢，美國的話呢也沒有理，就川普講的這些話基本上口惠而實不至啊，什麼中國不能夠控制這個中國不能夠擁有這個巴拿馬運河這個管理權什麼的。中國沒有擁有巴拿馬運河的管理權，也只是經營它的港口。經營它的港口的原因，是因為這個中國人就李嘉誠這經營的比這個原來巴拿馬自己經營的要好，就這麼簡單。生意上就是生意上來往，所以說呢，中國本身呢，但是我話整個說起來的話，謝峰這次講話的話，我感覺到外交戰狼又回來了。好，那同樣的問題，我們也特別請教張將軍又如何看呢？另外，其實川普有說絕不讓中國接管巴拿馬運河，在這個時候又突然間加重語氣去強調，是不是美國也非常的擔心中國大陸的反制對於巴拿馬的衝擊，還有未來巴拿馬態度的轉向？張將軍怎麼看？因為巴拿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戰略水道，到現在為止可能還是世界上最重要，甚至超過波斯灣的我們的荷姆斯海峽。因為那是能源，但是巴拿馬是關鍵的2大洋，世界上2大洋，大西洋跟太平洋。他們如果沒有巴拿馬運河的話，他們繞過去要多了這個14000公里，繞到南邊啊，到阿根廷，到南邊，到麥哲倫海峽，然後再上來啊，你這個是14000公里哎，要航運時間多少？18天呢？你時間成本、你運輸成本、油料成本、人事成本都要算進去。你看多貴，那當然都通用巴拿馬運河。巴拿馬你只要是用貨輪的話，一噸的話大概5到10塊美金，你按照噸來算，然後過去，啊，那貨櫃按照貨櫃的錢，大概10塊美金一個貨櫃，所以它非常重要。你在這個航運在時間，所以我要認為在這一方面呢，是因為我認為這商業契約的問題已經提高了政治問題了，所以今天川普他會出手，因為這個。他看到，如果這個巴拿馬運河被中共一直長期的控制，在那邊營運的話，那美國會被邊緣化。所以這個商業契約可能被政治所凌駕，那川普就要出手。因為什麼？因為中國一直牢牢控制住了，那錢開港出來了，所以這一個是一個政治力介入的一個非常典型的。第二個，我們要從來開地緣戰略，因為巴拿馬是屬於加勒比海，美國也面對了加勒比海啊。很簡單啊，墨西哥、美國都面對着加勒比海啊。墨西哥灣現在美國改為美國灣了，那加勒比海，你巴拿馬就在加勒比海裡面了，那現在美國是不是想要做3大王？當然嘛，你中國大陸進來的，美國當然要在這方面，他會吃味啊。我是加勒比海國家之一，結果是美國控制了這個巴拿馬運河，巴拿馬整個長度是82公里啊，是很重要的，也是巴拿馬非常重要的收入。現在巴拿馬人口
的人均所得是16000塊美金，也是靠巴拿馬運河這個地方，我可以很多的收入。巴拿馬人口不多啊，才436萬啊，但是它很大，它比两個台灣呢，它是7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了，蠻大的。你不要，那運河是運河啊，巴拿馬那麼多腹地，所以剛才講到那個苑教授講到了咖啡、香蕉，那因為剛好那個緯度就是這個咖啡跟香蕉。巴拿馬我去過嘛，我對這個很了解，就這個尤其氣候蠻炎熱的。第三個，我認為這是影響力的問題，國際的影響力。如果巴拿馬運河被中國大陸所控制，這個戰略咽喉被控制的話，美國的這個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指標性會下降。為什麼？就在你家後院呢，結果巴拿馬整個的營運按照契約，整個是中國大陸所控制，會對中國大陸來說產生擴散效應，從巴拿馬運河會輻射到整個南美洲。一個是前開港，一個是巴拿馬運河，輻射到整個南美洲的地方，都被中國大陸慢慢影響，就是我們所說到的南方市場。那這樣的話，是不是美國就衰弱了？中國大陸是不是崛起了？那美國是不是在中南美洲的政治影響力就會相對的下降？這是美國所憂心的，所以川普想要出手。对，現在川普對於這個地緣政治上面這個戰略咽喉南美洲的管控，其實擔心不斷的在擴大。就是盧將軍幫我們提到的，除了他擔心巴拿馬的掌控之外，還包括了前凱港。因為呢，這個一方面中國大陸他現在處理有關於巴拿馬運河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夠擴大對於前凱港的影響力哦。所以呢，其實美國現在坐立不安的時候呢，是不是我們來看到了秘魯方面，法院也最新裁定要求政府加強監管中資的前凱港。前凱港，觀眾朋友來了解一下小檔案哦。其實呢，它是當年中原海運投資了13億美元打造的一個深水港。當然，它的重要性就是因為它是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在南美最重要的旗艦工程，同時它也是中國去打通整個南美對亞洲出口通道的關鍵節點。對於習近平來說，他非常重視這裡，所以他2024年的時候曾經親自到當地去主持開港啟用之後，還幫助了秘魯它的出口在這邊突然間創下了新高。對於美國來說，我們剛剛提到，等於它的後院失控了，所以他現在也開始炒作各種的理由，包括說中國大陸在這邊有安全上、地緣上面的控制等等哦，還有主權問題等等。那秘魯接下來會怎麼做？其實關鍵也是跟這個巴拿馬有點類似的。但是秘魯真的敢對中國做反制嗎？原因是因為中國已經連續12年是秘魯最大的一個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更是美國的2倍。對於經濟上面的依賴，秘魯其實是非常的高的。秘魯接下來的態度，酈將軍又怎麼看？我先講前開港哈，事實上對整個南美洲跟亞洲地區的運輸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整個節省從33天節省成23天哈。那你如果航運時間減短，當然你的成本就降低哈。那對這個航商來講的話，當然是一個大利多。為什麼大家會覺得奇怪？為什麼秘魯這個前開港運到亞洲來，航運時間反而可以縮短？因為它走的是這個大球航線哦。這個我們知道地球是圓圓胖胖的嘛。那你如果說是從墨西哥或者從美國運輸的話，事實上是這個整個走像赤道這種是最遠的路線，你反而從南半球那邊路線反而比較短哈。所以前開港它的重要性，它對航運經濟上的價值就在這個地方。那前開港跟巴拿馬運河最大的不同是，巴拿馬運河當初是這個美國出資所蓋的，是在第一任羅斯福總統的時候任內完成的，所以美國認為那是川普現在就講了一句話嘛，他說我們絕對不要重蹈這個以前的那些他就是講拜登啦這些覆轍哈，將這個巴拿馬運河這個經營權讓給中國哈，那這次我們絕對不再做這種事情，所以他這次的前開港，他一定會極力想要在美國的掌控之中，由於是美國的新門羅主義來講的話，他將整個南半球視為他的一個後花園，他當然不允許中國在這個地方有任何智慧的園地。那當然大家可能會說，這個前開港對不對？它就是一個航運的商港，對大家都有幫助，對全世界來講。運輸都有很大的，在經貿上面都有很大的幫助。那美國在擔心什麼？美國在擔心哈，美國就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很怕前開港變成這個中國解放軍如果到南美洲去的話，變成一個運補的一個港口。你知道，如果說當然這前開港造得很大，可以甚至於可以停航空母艦。是。那如果說是像9洞1這種補給船的話，
當然不成問題。那如果中國的這種海軍用這個港口當運補船的話，對美國在南半球的威脅是非常大的。所以美國會竭盡諸般的說法來控制整個前海港。那今年年初的時候，本來就已經在秘魯的法院已經申請過一次的這種法律的訴訟那時候裁判，因為這個港口本來就是中資的那你這個政府你憑什麼去過度的干涉去管這個港口？當然那時候法院裁定是不可以管，可是美國他不死心他一直怂恿秘魯要再重新再管控這個港口。所以說這一次來講的話，當然是說這個就推翻年初的裁決，要比較這個要監管這個港口。但是我特別講，如果說你真的是這個秘魯政府如果監管這個港口，對你來講，中國有很多的工具箱，巴拿馬血淋淋的例子就擺在前面，立陶宛也是如此。那中國可以用哪些手段呢？第一個就是這個，他當然我可以申請國際的法院的一個仲裁像巴拿馬一樣求償20億美金那因為這是我出資蓋的，你沒有理由說你要來管你嘛。所以第一個我可以尋求法律的途徑。第二個中國當然也可以對這個秘魯，譬如說是秘魯對中國來講的話，每年出鈔金額是很大的。中國到秘魯來講，總貿易額中秘之間的總貿易額是達到504億這麼多，但是從秘魯進口的只有178億。反而秘魯那邊到中國的中國到秘魯去的是178，秘魯賣到中國的是比較多，是326。那大部分都是什麼？都是農產品啊、漁業產品啊，或者是它的鐵礦、銅礦這些東西。你要知道，鐵礦中國大可以跟澳洲來買嘛，澳洲現在關係也很好。銅礦來講，還有很多國家也有相關的銅礦。那農產品，那這種狀況更不用講了。所以它也可以跟巴拿馬一樣，在農產品這方面來講的話，減少對你的採購，那秘魯來講，經濟就會受到影響。第三個，如果說是中國也管制秘魯到這個亞洲地區的船隻，它也相關給它做同樣的方式檢查來講的話，對於秘魯來講，那這個航運本來一個金雞母能夠賺的錢，那從此賺不到這個錢，對秘魯來講損失會非常大的。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